我和舍友被选中穿进恐怖片，他被分配国外惊悚，我被分配中式恐怖。可一天还没待上，他就生无可恋，到处是丧尸，我根本跑不过。我也瑟瑟发抖，走了32821步，这80平的房间什么时候到头？我想和你换换，你呢？我眼前一亮，那我们换吧。后来他在无限循环走不出去的鬼宅里呼呼大睡，因情绪稳定，被死了几千年的男鬼大佬相中。而我一身使不完的牛劲，提着电锯满城追赶丧尸，因兴奋得像归山的猴子，把8只触手的克苏鲁怪兽迷成星星眼小弟。林安月的系统电话打进来时，我正在荒村80米不到的破旧小屋里绕地218圈，几个不知道是 NPC 还是队友的男女一直在我耳边哭。这里肯定有不干净的东西，我们遇上鬼打墙了，怎么办？怎么出去啊？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本来走不出去就烦，这些人什么办法不想，一骂还哭，更烦了。我情绪上头，第219圈差点中断。就在这时，耳边忽然传来舍友林安月委屈巴巴的声音：糖糖，我这里在搞生化危机，一群变异丧尸跑起来比摩托车都快，我跑不过，根本跑不过。队友还骂我，拖我，说我连丧尸都跑过，废物一个。愣了半晌，我才反应过来，声音来自我脑海中的系统后台。于是我也开始吐槽，我这里也是一群队友就像嗷嗷待哺的鸡崽子，就知道等我一个人找出口，还不能骂，一骂就哭。更无语的是，这房子看起来就80平，我走了800年，愣是没走出去。话音落下，对面诡异沉默一瞬，再开口，声音隐隐兴奋：哇，走不出去吗？听起来好有趣。糖糖，我能和你换换吗？不用看，我都能想象出他此刻是怎样一副羡慕的表情。但是能换，还有这种好事？我和林安月是大学舍友，同睡4年，我们俩的性格一个天一个地。他每天除了上课，不是睡觉，就是在睡觉的路上。800米体测补考3次，4年早饭都是我投喂，而我一天使不完的牛劲。早8上课，早上6点准时起，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雷打不动跑5公里。按理说，我们俩的性格差异那么大，就算一个宿舍，8竿子都玩不到一起去。但事实恰好相反，整个宿舍就我和他关系最好，因为我和他最喜欢看恐怖片。我和他是周末在宿舍看片被拉进这个世界的。绑定系统后，他连选都没让我们选，就自动给林安月分配了国外惊悚的末日，给我分配了中式恐怖的乡村，还必须苟到大结局才能回到现实。事实证明，就算我们看片荤素不忌，实际还是有口味偏好的。因为此时林安月的声音又柔柔响起，我刚刚研究了一下这个系统，有一个一键置换的道具，好像只要有人同意就可以和对方置换场地。不过我现在的积分只能换1次，糖糖，你想换吗？不愧是能在床上抱着手机躺1天的人，效率杠杠的。我怎么就没想到研究研究系统呢？看了一眼身后还在阴哭的队友们，我当即拍板，换，当然换。置换道具兑换成功，031号玩家，032号玩家，恭喜调换位置，祝玩得愉快哦。系统冰冷的声音落下，我的眼前不再是走不出去的80平米，入眼残破的建筑上长满青苔，断壁残肢体挂的到处都是，远处隐隐传来不知是丧尸还是怪物的低吼，末世感拉满。哇哦，我有些兴奋，没忍住惊叹一声。就是这一声，身后忽然粘来一道灼热的视线，可回头望去却什么都没有，只有身边一个金发男人瞧我东张西望，皱眉不满。喂，小不点，你找到物资了吗？换了人他也没发现，高昂着头用鼻孔看人。还有半个小时，再找不到物资，我们就只能扔下你了。金发男人的语气令人莫名不爽。他话音落下，旁边2个络腮胡的男人也跟着起哄调侃，或者你陪我们睡一晚，带上也不是不行，哈哈哈。他们说话时，其余人一言不发，表情有嘲讽看好戏的，有一脸惋惜别过脸去，于心不忍的。瞧这场景，我大概明白了。哦，就是这几个人破我家小月月呀。我点头，笑眯了眼睛。好啊。眼见说话的3人表情从错愕到不怀好意，渐渐朝我靠近。我一点没客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人给了一大耳刮子，然后飞快退开，竖起国际友好中指。命都快没了，还想着怎么占便宜啊？垃圾！扑哧一下，不知是谁笑出声，紧接着笑声越来越大。3个男人大概享受惯了众星捧月，哪里受得了众人嘲笑？此刻脸色青了又红，红了又青，对视一眼，忽然咬牙切齿，朝我步步逼近。他们好像要对我动手，但还没行动，就有人惊呼：不好，尸潮来了，快跑！话音落下，就见远处涌来一堆密密麻麻、奇形怪状的丧尸，人们惊呼，四处逃散。快！
先回基地。我却没着急着跑，因为我记得月月说这些丧尸跑起来比摩托车还快，人是跑不过摩托车的。所以我窜进一旁的百货大楼里，准备找个趁手的工具。运气好，我在破旧的大楼办公室里找到一个生了锈的伐木电锯。电锯惊魂，这我熟啊。试了试，有电，能用。眼看我没逃，反而翻出了一柄沉重的电锯。逃跑的人群里，一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女生好心提醒：那东西不行，对付这些丧尸必须一击爆头，或者一下子砍掉他们的脑袋。有枪最好，这东西太笨重了，要是一击不中，很容易被抓咬。他话音还没落下，我已经轻轻松松割下了一个离我最近的丧尸脑袋。哦，这样吗？抹了一把脸上青绿色的血。我皱皱眉，还行，手感有些软。我家有一片山，从爷爷的爷爷那一辈开始就在山上种树。我第一次用电锯是初2暑假。说真的，就这些丧尸，除了跑得快，还真没有我家山上的木头难砍。我提着电锯杀疯了，队友们惊呆了，他们似乎想不通，为什么上午还娇娇弱弱的 Z 国人，下午忽然变得生猛。丧尸也感应到了危险似的，纷纷绕开我，离我10几米远。别跑啊！再让我试试手感。我拉着电锯追着尸潮撵，可那些没脑子的东西，此刻却像会思考一般，动作一顿，忽然撤退。来得突然，退得也突然，眨眼间就消失得一干二净。我不是说好的惊悚片呢？不是该起航种一样跳起来突突扒我脸吗？因为我拿电锯追丧尸的突出表现，队伍接受了我这个新成员，他们将我带回地堡，甚至还给我分配了一个小隔间。我洗干净脸，换了件干净衣裳，终于想起来中式恐怖的世界还有一个月月。我在系统页面上戳戳点点，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那个30积分一次的通话按钮。看了看页面上的100积分，我咬牙忍痛拨过去。安月。许久，对面才软绵绵音。糖糖。迷糊的声音伴随着大大的哈欠，和他平常睡眼惺忪的时候一模一样。不用想也知道他睡了，还睡得很香。果然，不等我问，就听他道这个房间里有床位，又大又软，有电视机可以看恐怖片，还一辈子不用出去。天啊，这里是什么神仙福地？不说了，我睡了，等我睡醒找你。嘟嘟2声，他挂了。我早该猜到的，一个不用出去的房间，加一张能睡觉的房间，对他有多大的诱惑力？算了，我也睡吧，补充精力。我轻叹一声，合衣躺下。然而才刚闭上眼，忽然感觉身上一烫，又是刚来这个世界时被人盯上的感觉。那道视线灼热黏腻，让人极难忽视。可我皱眉睁眼，这感觉又立即消失。我在狭小的房间里巡视好几圈，没发现丝毫异常，以为是错觉，也没在意。可这一次才刚躺下不久，滋滋的电流声忽然划过耳畔，调频似的闪烁几下，机不可闻。不等我睁眼，电流声已经变成了沉重的喘息。紧接着，皮肤上忽然传来黏腻的触感，那好像是触手一样的东西，从我的衣领伸进，贴着皮肤往下游走，划过胸前，划过肚脐，停在裤子边缘，来回试探。卧槽，什么东西？我惊得从床上跳起，心跳得飞快。可明明什么都看不见，触感却越发明显。我甚至能感觉那东西要挑开我的裤腰带，渐渐往下，也听见喘息声消失，变成断断续续的语言。人类，喜欢，好喜欢，语调生硬怪异的声音，让人头皮发麻。湿哒哒、黏糊糊的感觉，更是让我一阵反胃恶心，从床上跳起。我在身上一阵乱摸，好不容易才抓到那团黏腻透明的东西，狠狠往墙上一砸，啪叽一声，那东西软软落地，终于一点一点显出颜色，现出原形。一只和漫画里长得一模一样的粉色小章鱼，摔在地上后，它一动不动，像是装死，直到我抄起枕头边的电锯，对准它的脑袋，它才抖了抖，叽叽。谁家章鱼会鸡叫啊？说人话，我刚刚听见你说话了。老实说，你是什么东西？否则杀了你。大约看出我是真的想要了他的命。小东西急了，喜欢波特227喜欢你。他挪过来，几条腿试探地扒拉我的鞋，被我一脚踹开。黑豆一般的眼睛瞬间晶莹，委委屈屈，自己安慰自己，不疼不疼，人类喜欢波特227，疼的是我，头疼。本来以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单纯的末日丧尸片，最多变一个畸形种，突突爆人脸，勒人脖子。谁能想到，原来还有这种不知道是人造还是野生的怪物呢？恐怖片生存准则1：不杀小的，不会招来老的。把小怪物往门口踢了踢。我皱眉，赶紧走，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小怪物却不想走，可怜兮兮的嘤嘤嘤，又被我轻踹了一脚，才眼泪汪汪地蠕动出去。他一走，我立马将门锁死。
眯着眼睛等了半个小时，直到确认他没回来，才彻底放松，安心睡去。这一觉我睡得沉，丝毫不知道夜里那小怪物又从门缝里钻了回来。它褪去了粉色，8条触手也像一滩水似的融在一起，涌到床前，渐渐拉长变形，长出手脚。修长的手指轻触我的额头后，最终变成一个容貌俊美的男人，嘴里喃喃：人类不喜欢波特，人类喜欢人类。第二天一早，我是被吵醒的，一开门就见昨天的金发男和络腮胡男正一手搂着一个身材姣好的女人坐在基地客厅，而他们身边围着一群男男女女，正谈天说笑。见我出来，其中一个吹响口哨，另一个笑着调侃：哟，一个人睡也起这么晚？过了饭点，我们这儿是不提供早餐的，不过要是去我房里陪我运动运动，我不介意施舍你一点吃的。话音落下，人群爆发一阵哄笑，反应一瞬，我才后知后觉自己好像被开黄腔了。哦，看来昨天那一大耳瓜子还没把这几人打醒呢。我有点无语，想提起电锯上去教他们做人，却见一团透明的水状物从天花板上垂落下来，准确无误弹射到络腮胡脸上，然后慢慢变形显色。仅一瞬，络腮胡的脸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胀青紫。男人眼球突出，一句话都说不出，因为粉色章鱼的触手已经伸进了他的口鼻，可好像除了我，旁人都看不见他脸上的章鱼似的，都被男人自己掐自己的模样害住。杰森，你怎么了？变异！他这是变异了！快逃！众人惊叫连连，四散逃跑。只有金发男咬牙掏出手枪，砰的一声巨响，络腮胡停止了挣扎。格斯，你怎么能开枪？万一杰森不是变异？管不了这个多，宁可错杀，不能放过。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我却一言不发，默默退回房间，直到粉色小章鱼从门缝里钻进来，我才面无表情。昨晚不是让你走，为什么对他动手？我发誓，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进化成微表情大师。明明他只是一只章鱼，我却莫名在他脸上读出委屈和心虚。他触手蠕动，小小的身体慢慢拉长变形，直至变成一个身高188、宽肩窄腰、容貌英俊的全裸男人。他摇摇晃晃走过来，双手捧住我的脸，嗓音微沉：他坏，你生气，我变态呀。他衣服呢？距离太近，我好无语。我想将人推开，却无从下手，因为他光溜溜的，我抬手是他的胸肌，不抬手是他的腹肌，视线更是，往上是我3D 老公的建模脸，往下是长针眼。我强忍着咆哮的冲动：你就不能穿个衣服？他似懂非懂，看看我，又看看自己，好一会儿才恍然大悟，松开我，用粘液给自己拟态出了衣服、裤子和鞋子。我的这个末日世界还真是处处惊喜。今天粉色章鱼能变成人，明天人变异成鱼，好像也不稀奇。可接受是一回事，接纳是另外一回事。赶紧走，别跟着我！我不耐烦地摆摆手，再次撵他，但他不知道误会了什么，皱眉盯着我看了一瞬，脸忽然变成我养了3年的3D 电子老公，然后一脸期待，指着自己：喜欢吗？波特227。见我没回答，他的脸又变了，从我粉了3年的影帝，曾经夸过的小鲜肉，到高中暗恋过的同桌，几乎将我见过的所有男性面容都幻化了个遍，最后顶着我爸的脸，无辜问我不喜欢。我不是，他有病吧？这只会变成人的小怪物最终还是没走，他像跟屁虫一般，顶着一张俊美少年脸，我走到哪儿他都跟着，甚至因为没人能看见他，人多的时候他还趁我无法发怒，八爪鱼一般光明正大的搂着我。好在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那个叫格斯的金发男很快召集众人，宣布要再次上地面搜寻物资。他刚杀了一个人，却表现得毫不在意，面无表情宣布着上去地面的名单：6个人，4男2女，除了我，仍旧有昨天那个金发碧眼的女生丽丽。搜物资而已，我没什么怕的，但同行的丽丽却好像很畏惧，一直走在队伍最后，直到走进一片破败的居民区。格斯吩咐分开搜，2个小时后在这里汇合。人们四散开，他拉住我，我才知道，作为搜寻物资的领袖，基地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格斯几人说了算。他们愿意庇护女人和孩子，但你也看见了，被庇护是有条件的。唐，你要小心。丽丽小声提醒。果然，进了一栋房屋不久后，忽然来了一个人，借口他当过护士懂药，将他带走找退烧药。几分钟后，我再从2楼下来，就见格斯正端着枪，挑眉笑着堵在门口。宝贝，杰森不懂情调，今天惹你不高兴了吧？我活好，比他会照顾女人。这里只有我们2个，如果你现在跟我，我可以向你承诺，未来只有你一个伴侣。2个人？我微微侧头，
看了一眼他话音落下后就眼神凶狠，八爪鱼护士般牢牢将我搂进怀里的波特。也对，他不是人，他是小怪兽。男人的表情很兴奋，目光浑浊黏腻，让我忍不住翻白眼。再看气得滋滋叫，已经炸毛了的波特，忽然觉得小怪物虽然傻傻的，但比人可爱。大概见我反应淡淡，格斯还在继续。宝贝，我承认你小辣椒的样子很带感，但你要是床上这么带感，我会更喜欢。这已经不是开黄腔了，放在法治社会，高低得报个性骚扰案。我怒了，但一旁的波特比我还怒，大概想像早晨那样帮我出头。他的手忽然变成触手，眼看触手变尖就要朝格斯刺去，却被我拦住。我拉动电锯手闸，示意他我自己解决，这才看向格斯。你喜欢带感的呀，但是怎么办？我不喜欢黄毛。可意外的是，手里的电锯轰隆两声，忽然没了动静。而见状，对面的格斯也毫不掩饰，笑出声。别白费功夫了，这是枪的时代，这破玩意儿能有什么用？哦，不用猜了，电锯是他弄坏的，难怪他一脸志在必得的表情呢。他满脑子颜色废料，想占便宜，但大概要让他失望了。因为他话音还没落下，我已经一脚踢飞科他的猎枪，将他踹倒在地。枪，你的子弹打丧尸都不够，舍得用在我身上？哦，忘了说，比起电锯，我更擅长自由搏击。我祖孙三代，上有爷爷爸爸，中有3个堂哥堂弟，唯独我一个女娃。一大家子男人，从我懂事起，只教了我一件事：如何保护自己。糖糖，咱学这些不是为了打架斗殴，是为了让你有能力保护自己，是让你身为女生，任何时候走到哪里说话都有底气。谢谢老爸，我现在很有底气。谁能想到，我一个21岁的女生，已经练了17年的柔术、散打、自由搏击。我一拳接着一拳，不仅崩飞了格斯的牙，还揍肿了他的脸。格斯也由一开始的不敢置信到呼痛反抗，最终技不如我，被我揍晕了。而不知道是不是我揍人的动静太大，外面忽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还没松开格斯起身，就见门外的街道房顶奔来一群像人又像野兽的东西。来了，骑行种。我松开格斯，捡起地上的猎枪，但跃跃欲试的心还没挑起，砰的一声巨响，地动山摇。等动静停止，再抬眼看，哪里还有什么骑行种，只有被掀翻的房子和一个几十米的大坑。不等我震惊，波特已经放下章鱼触手，欢快地凑上来了。糖糖，厉害！他一脸崇拜地看着我，双眼亮晶晶。我不是，他都一掌打出核弹了，崇拜我什么东西？我也没想到，这只粘人的波特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一时间愣住，盯着他久久无法回神。然而他好像又误会了，对上我的视线，兴奋的从头到脚都在慢慢变粉。他指着自己，认真断句：糖糖喜欢波特，我不喜欢。利落的回答似乎让他很受伤，他眉眼忽然耷拉下来，表情委屈巴巴。可眼下我也没工夫照顾他的情绪，因为不远处的废墟里，莉莉浑身是血，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他受伤了，看样子伤得不轻。我连忙出去搀住他，伤到哪儿了？他却摇头，好像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伤势。没事，你看这个。他伸手将手里的东西递给我，那是一张皱巴巴的海报，海报上写着：人类的希望，看见这些讯息，请你来这里。附带11区安全区的具体位置。而看见它的瞬间，我脑海中忽然响起系统的提示音：恭喜玩家触发完结道具。出来的时候是6个人，回去却只有我和莉莉2个。基地里，莉莉咬牙切齿。之前格斯说上面的世界已经沦陷，除了我们，所有的人类都被感染成了丧尸。可是我却在他们的包里发现这个东西。看见海报，人们群情激愤，甚至有女孩哭出了声。可恶，他欺骗我们！他们明明知道有安全区，却把我们关在这里。还有物资，库房里的物资明明足够我们再用几年，他们为什么要骗我们物资不够？还能为什么？满足私欲呗。我皱眉出声。话音落下，忽然满是寂静，因为这里的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为什么明明有安全区，格斯却不告诉大家？为什么明明物资充足，他们却要打着搜物资的旗号将女生带上去？因为只有这样，他们的话才没人敢忤逆。因为一旦去了安全区，他就什么都不是。所以现在呢？咱们怎么办？良久沉默后，莉莉忽然问。人们再次炸开锅。有人主张想办法去安全区，有人提出外面太危险，现在格斯几人没了，不如老老实实待在基地。我没站队，而是拍板。我明天一早会出发，有要去安全区的，可以和我同行。没再和众人争辩，表明态度，我便回了自己房间，拨通安月的系统电话。安月，我触发结局道具了，这边很快就能完，你那边呢？安月很久才回答，声音一如既往有气无力。糖糖怎么办？
我这边好像遇到麻烦了。原来，自从换去中式恐怖片后，安月就像回到了快乐老家，无视在镜子前梳头的诡异，无视天花板上的血手印。她吃了睡，睡了吃。第二天一早，也不知道谁找了走出那栋房子的方法，哭唧唧一行人又不哭了，兴高采烈带着装备，非要去山顶的鬼王洞摸金。只有安月因为觉不够睡，死活不去。鬼王洞探险，那行人去了2天，去的时候有5个人，2男3女，回来的却只有2个男人。他们瘦了一大圈，胡子拉碴，蓬头垢面，像饿了几个月。在得知才离开2天后，2人不敢置信，怎么可能？我们明明在洞里待了2个月，怎么可能才过去2天？可惊恐过后，2人又开始兴奋。我就说那地方有问题，幸好逃出来的是咱们。走，咱们今天就走，只要离开这鬼地方，往后咱们再也不愁吃穿。他们说着，将背包打开一条缝，像是确认从鬼王洞里带出来的东西。然而就是这一眼，2人彻底疯了，因为背包里除了一堆黄土，什么都没有。不可能，明明我装的是金子。没错，我亲眼看见了，明明你拿了金子，我装了一背包的珠宝玉髓。他们表情癫狂，癫狂过后又变得异常安静，嘴上说着放弃探险，明天一早就离开。夜里却在贪欲驱使下打晕了林安月，连夜把她带到了鬼王洞边。为什么我们被关了2个月，你却没事？这所有的一切是不是你在搞鬼？赶紧下去把我们要的东西带上来，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糖糖，我好气哦，我又没惹着他们任何人，就把我扔进来。耳边是安月的叹气声，我已经能想象出此刻他是怎么样一副委屈巴巴的表情。此刻听他淡淡的语气，我高悬的心也渐渐放松下来。所以呢，你遇到什么麻烦了？找不到出去的路吗？还是遇到了尸别、粽子？不问还好，我一问，安月的叹气声好像比刚才重了些。哎，是这些东西就好了。麻烦的是，自从来了这个世界，我老是梦到和男人谈恋爱。刚刚我在地宫钟里看见一座冰棺，你说巧不巧？这棺材里躺着的就是我梦里的男人。好巧，果然好大一个麻烦。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沉默太震耳欲聋。一阵寂静后，安月忽然嘿嘿笑了声。其实也还好啦，按照恐怖片套路，我都谈恋爱了，活下来肯定没问题。放心，我肯定很快就能结局。他挂断的迅速，压根儿不给我吐槽的机会。然而我才刚回神，就见蹲在脚边的波特看我的眼神若有所思，对上我的视线，他皱眉想了想，忽然朝我伸手。波特，受伤了。哎呀，好疼。见我没反应，又把手往我眼前凑近了些，认真道，波特受伤了，也要抱。看着他手指尖上那不到1厘米的小伤口，我抱什么抱？丽丽受伤，我那是扶她回来，搀扶，懂吗？他不懂。见我纹丝不动，表情不满，瞬间凶狠，杀了他。糖糖抱我。我震惊，什么品种的章鱼呀？还会吃醋？完了，我这里好像也有一个麻烦。格斯那几个人渣就算了，怕波特当真趁我不注意，为了杀丽丽，一巴掌轰了基地。我半点不敢让他离开视线。夜里睡觉前，再三叮嘱，仍觉得不放心。想了想，还是爬起来，拍拍床铺，变成章鱼，这儿来。对此，波特十分受用，眉眼弯弯，顷刻间就变成粉色的小章鱼，爬上床来。可半夜我就后悔了，因为梦里我感觉手心湿漉漉，一睁眼就看见他又回了人，正捧着我的手指在舔。你做什么？一脚将他踢下床。我鸡皮疙瘩冒了一身，可他顶着一张通红的俊脸，表情比我还无措几分。波特好奇怪，人类的身体好奇怪。他委屈巴巴，下半身一会儿变成触手，一会儿变成双腿，表情像是要哭了。直到这时我才发现，除了脸，他浑身上下都是红的，这状态明显不对。我皱眉，你做了什么？糖糖受伤了，波特，治疗。他难耐地看向我的手，顺着他的视线，我瞧见自己的手背微红，那是揍格斯的时候擦伤的，破了皮，没流血。确切来说，根本算不得伤口，也根本不需要他用这种方式治疗。但仅仅只是舔了下手，他怎么就变成了这副鬼样子？我不明所以，看向波特的眼神探究，却见他忽然缠上来，双腿彻底变成触手，2条缠住我的腰，2条捉住我的手，剩下的几条将我的腿牢牢困住，挑起我的衣裳，尝试往里钻。嗓音低沉，语气渴求。糖糖喜欢我，感受着他本能耸动的腰。我好像明白他是怎么回事了，差点忘了，这章鱼有前科。滚啊！想死吗？事实证明，不老实的东西揍一顿就老实了。10分钟后，触手再次变回大长腿的波特，已经头顶无数大包，抱着膝盖缩在墙角了。他虽然委屈巴巴，
但也没再提杀人，就这么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一整夜，直到第二天一早，我睁眼，他才像犯了错的孩子一般，举着已经修好、不知道怎么充满电的电锯撒娇。糖糖，不生气吗？生气？我可没有时间生气，毕竟我还要赶时间去安全区呢。我出门时，昨天的争辩已经有了结果，包括丽丽在内的2个女生、4个男生决定和我一起出发去安全区，其余人则留在基地等待救援。我们是中午出发的，这支队伍看似7个人，男3女4，实则有8个，还有一个别人看不见的波特，不想被当作自言自语的精神病。出发后，任凭他怎么在我身后委屈巴巴唤糖糖，我都没有理。当然，更多是没时间，因为我们沿着地图往南出发，不过1个小时，就遇见了第一批丧尸。虽然不是骑行种，但数量多也好不到哪儿去。同行的人都神色严肃，纷纷端起了枪，只有我默默提起电锯，电锯在手，天下我有。叮嘱波特帮忙看着丽丽几人后，我杀疯了，丧尸一个接着一个倒下，我仿佛又回到每年暑假在山里砍完一棵接着一棵树的时候。哦，也不对，树难砍，丧尸好杀。我拉着电锯追着丧尸撵，和第一次遇上的尸潮一样，不知道是感应到了危险，还是这些丧尸本能认为我们不是能轻易吃下肚的猎物。在我数到17只的时候，一阵狮吼声此起彼伏，下一瞬竟不约而同放弃进攻，纷纷撤退。毕竟屠丧尸也算运动，有点小累。我扛着电锯微喘着气退回来时，见到的就是数张震惊错愕脸，只有波特眼睛亮晶晶，毫不嫌弃我身上的尸臭，没骨头一样贴上来，一脸崇拜。糖糖厉害，好帅。我不是，说真的。他一抬手，一个核弹的小怪物，崇拜我什么？又披荆斩了几波丧尸后，我们在一个废弃的加油站找到一辆还有半箱油的皮卡车，虽然久没使用，发动机有些问题，但经过1个小时的修理，车也能勉强50迈开上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有了车后，我们再也没有遇见丧尸，不到1天就顺利抵达地图上安全区的位置。远远听见直升机的轰鸣，看见被电网覆盖的建筑，电网边黑黢黢大炮洞口，车上的人都很兴奋。快看，真的有人，我们真的到了，真的有安全区。嘿，有人吗？我们还活着。可回答他们的却是一发从头顶擦过的大炮。快跑！直升机上的人拼命挥手，示意我们往后看。顺着示意的方向望去，只见黑压压的一片骑行种从地平线铺天盖地扑而来。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一路我们哪里是没有遇见丧尸，这些丧尸分明是把我们当诱饵，跟着我们来找大部队呢。快提速！丽丽慌了，不断催促。可这波丧尸不仅行动迅猛，变异程度也比之前见到的强了几十倍，就算被子弹打中头，也仍能跳起来继续追车。尤其队伍最前面那个，像丧尸王一般，振臂一呼，队伍立即分成2支，一支向冲向安全区，一支解决轰鸣的大炮。而后为首的那个目标明确，直直奔着车来。离得近了，我才看见这只行动迅猛的丧尸王，竟然是昨天被我揍晕，扔在房子里自生自灭的格斯。格斯变成丧尸前，可能满脑子颜色废料；变成丧尸后，他好像满脑子是要我死。他腾空跃起，于半空中面目狰狞，低吼着：“小辣椒，多亏你我才能变强，跑什么？等等我呀！”还会说话，我人都麻了。眼见众人蜂窝一样的子弹击中他的头，却半点伤害都没有。我手里的电锯顿时也不香了。波特，我声音微颤，下意识朝波特看去。这是我带他上路时就打定的主意，利用他。昨天的那招能用吗？我轻声唤他，可他没有看我，一动不动，表情恹恹的。波特，眼看格斯已经快抓到车门，另外一支乌泱泱的丧尸队伍也快跳上安全区的电网了。我没忍住，又唤一声，但波特抬起头来，对上我的视线，眼神复杂，仍旧没有动作。沉默中，我的后背一凉，忽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我怎么能把生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怪物身上呢？还是一个认识不到几天的怪物？我是不是要死了？这个念头一出，我的心猛然坠到谷底。然而，不等我强迫自己想解决办法，忽然感觉衣袖被人扯了扯，一抬头就对上波特委屈巴巴的眼眸。糖糖，你是不是要走？走？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无数念头在我脑中飞逝而过，一时间我竟有些语塞。见我愣怔没有回答，波特忽然眼泪汪汪。不走好不好？和波特永远在一起。在一起？什么在一起？难道这事还有转机？峰回路转，我哪还管得上他说的是什么？眼前一亮，点头如捣蒜。
指了指已经近在咫尺的格斯。好啊好啊，在一起在一起。但是你看，他要杀我，只要这些东西还活着，我们是没办法在一起的。别说在一起了，现在让我原地结婚，我都随口瞎能答应。但波特好像能看穿我想法似的，明显不信，满脸都写着你骗我。直到丽丽皱眉回头，唐，你在和谁说话？你快跑，进安全区，我们能活一个是一个。我才心一横，捧住波特的脸，吧唧就是一口。对我们人类来说，亲一口就是在一起的承诺。我亲都亲了，这下你应该信了吧？变脸就在一瞬间，眨眼，波特沮丧的眉眼就飞扬起来。不等我细看，冰凉的吻已经落在我脸颊上了。在一起。话音落下，他两只手娇羞捂脸，整个人兴奋到爆红。下一瞬，眼前的身影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不远处的半空中忽然多出的庞然巨物。它太大了，大大的脑袋顶着一只巨大的眼睛，数不清的触手腾跃，不像章鱼，也不像见过的任何一种生物，无法形容。这才是波特的本体吗？我心中震撼。可明明他就漂浮在半空中，遮天蔽印，除了我，却没有一个人能看见他。只有格斯和那群丧尸似乎感觉到了危险，四处张望，本能后退，但迟了，因为波特抬起触手的瞬间，整个世界忽然变成一片白色。那一瞬间，我仿佛被拉到了未知的高维空间，耳中嗡鸣不断，眨眼后又跌回现实。再抬头去看，这片土地上干干净净，格斯已经消失了，除了人类，再没有丧尸、骑行种。糖糖，庞然巨兽渐渐变小，变成人类，朝我漂浮过来。看他眉开眼笑，邀功一般唤我糖糖一起。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只有我能看见他，为什么他对我如此亲昵了。因为这个孤独的小怪兽不属于这个世界，甚至不属于这个维度，所以才对我这个能看见他和他一样外来客交付信任，天然亲近。一起，执拗的语气将我从思绪中拉回。对上波特单纯无害的眸子，我心里忽然有些不是滋味。本想解释刚才那个欺骗的亲吻，可安全区大门打开，丽丽几人欢呼的一瞬间，我耳边忽然传来系统的声音：恭喜玩家平安活到结局，积分奖励已发放，请注意查收。意识脱离前，我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只看见波特骤然惊慌的表情和他那被抛弃快哭了的眼神。再回神的时候，我人已经在宿舍了。周末放假，其他2个舍友回家的回家，约会的约会，只有我和林安月2个人。面前的电脑上是我被拉进恐怖片世界前正在看的安国恐怖故事，旁边是表情懵懂刚刚回神的林安月。屏幕里主角的尖叫很刺耳，屏幕外我和安月面面相觑，都在对方的眼睛里看见死一般的宁静。一阵诡异的沉默后，我们同时开口：你怎么回来的？简单讲述经历后，我摸着心脏，怎么办？我现在有点良心不安。问虽然这么问，我却不是要他安慰，快说出你的经历，别让我一个人受良心受谴。安月扭扭捏捏，催促几次才缓缓道来。原来挂断电话后，他就在鬼王洞的地宫里转了一圈，找到了结局的关键线索，被哭唧唧2人组杀害在地宫，其中一个女生攥在手里的男士手链，那女生尸体不全，要结局就得把手串带出去，还给那2个男人。可那鬼王洞底下迷宫一样，我怎么走得出去？所以他就绕回了冰棺前，和梦里谈恋爱一般问老公：你是这里的老大吗？老公，你能让我出去吗？也不知道是他幻听还是真的，她老公回答她了：你出去了，还来吗？阴森恐怖的地宫里，她一点不怕，拍拍胸脯：包的，你这么好看，我包回来。但她没能回去，因为出了洞，把手串还回去后，那2个男人就死了，一个自己割下了自己的头，一个对着削尖的树枝戳穿了自己的喉咙。不用猜就知道经历了一轮复仇，然后我就被拉回来了。我林安月，你完了。利用感情的陈世美，按套路，你不仅要一辈子缠上，被抓到了还要被关小黑屋酱酿。谢初堂，你好像也好不到哪儿去，欺骗纯情怪物的感情，那种高维生物穿越恐怖片来这个世界强取豪夺，分分钟的事。沉默是今晚的主旋律，我们都在对方眼睛里看见心如死灰，但更让人心如死灰的还是下一秒脑海中突然响起的系统声：恭喜玩家通关初始关卡混沌，请在倒计时结束前再次选择要进入的恐怖片世界。倒计时开始14天23小时59分。他良久沉默之后，还是我提议，要不咱们再换换，这次我去中式恐怖，你选国外惊悚片。想了想，他咬牙，行，换。愉快地决定了14天后的行程后，我们心满意足，洗漱睡去，丝毫不知道沉沉睡去的林安月胸口的吻痕上，一股黑气缓缓溢出，萦绕她全身。一声轻叹，仿佛呢喃：
找到你了。林安月也丝毫没看见，一团透明的粘液从天而降，落在阳台，变成粉色小章鱼。因打不开紧缩的窗户，委屈的哼哼唧唧。糖糖，在一起。